开国上将许世友戎马一生，共育有3子4女，他们都继承了许世友的意志，长大后报名参军，成了军人。有人或许会认为他们会靠着许世友的关系走后门，但许世友却一直强调，孩子参军了就是部队的人，好坏由部队去管，路由他们自己去走。直到许世友离世，他的子女们都未曾沾过父亲一点光。那么许世友的子女后来过得怎么样了呢？1964年，许世友的3女儿许华珊陪朋友一起去参加飞行员体检。由于空军飞行员的要求标准很高，所以他的朋友不出意外的落选了。当时许华珊正准备和朋友一起离开，可却被工作人员叫住了。你不来试试吗？就当是免费体检了。许华珊本来是不感兴趣的，但架不住朋友的劝说，于是就去试了一下。可当工作人员看到检测结果后，立刻掏出了一张申请表给许华珊，因为她的各项检测都通过了，这是很少见的。由于建国初期的飞行员十分稀缺，更别提女性飞行员了。所以在当时能成为一名女飞行员可是十分光荣的事。于是在工作人员和朋友的劝说下，许华珊心动了，想着自己既然有这个机会，试试也不错。可当工作人员看到表格中父亲那一栏添着的许世友3个字后，又变得为难了起来。因为飞行员的训练比较辛苦，一些高干子弟都无法承受，于是就让他先回去和家里商量一下。当许华珊将这件事儿告诉了许世友后，许世友十分高兴，并对他进行了大力支持和鼓励。可就在许华珊准备入校的前一天晚上，许世友又特别叮嘱他，进了学校就听教官的，不能打着我的旗号，要特殊照顾，一定要好好训练。许华珊自小就知道家风严厉，所以爽快地答应了。许华珊就这样成为了飞行学院的一名学生，并在毕业后被分配到空军，成为了一名女飞行员。后来有一次，许世友坐飞机出差时，意外见到了许华珊，惊喜之余也不忘朝周围炫耀道：“这可是我们家的飞行员。”2015年，思念父亲的许华珊决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父亲许世友的故事。为此，他花费2年多的时间，一个严父孝子的开国将军形象缓缓呈现了出来。2018年1月，许华珊的父亲正式出版，这也是他纪念父亲的最好方式。如果说许世友最骄傲的女儿是许华珊，那么他最骄傲的儿子又会是谁呢？许世友的3个儿子中最出色的便是小儿子许元朝。由于是家中最小的儿子，所以许世友对他也是偏爱有加，对他的教育也是更为严格。所以许元朝从小对父亲的印象就是霸道，但也理解这是为他好，并没有埋怨过父亲。由于长期接受的军事化教育，16岁的许元朝一进入部队就成为了新兵连中的佼佼者。1967年2月，许元朝被分配到坦克连后，十分担心会丢了父亲的脸。许世友得知此事后就批评了他，让他别把自己当成高干子弟，当了坦克兵就好好学，可以多找老兵请教。听了父亲的教诲后，许元朝一有时间就找老兵指导自己，很快就熟悉了坦克上的每一个细节。因为服役期间的优秀表现，许元朝在1973年被安排进了坦克技术装甲学院进修。毕业后被分配至了一军坦克团3营，担任副营长。1983年，部队推行干部4化方针，即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和专业化。优秀的许元朝完全符合所有标准，只要许世友打个招呼，许元朝升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但许世友却不管不问，甚至当周边人提到这个事的时候，许世友还会发脾气。直到1985年许世友离世，许元朝也只是正团职参谋。不过许元朝十分理解父亲的做法，他凭着自己的本事，一步步稳扎稳打。2000年，许元朝晋升为少将军衔，而后又出任了安徽军区司令员以及江苏省军区司令员，这也是许世友所有子女中军衔和职务最高的一位了。不过除了这个最值得骄傲的小儿子外，许世友生前对大儿子十分愧疚，甚至如果不是那场意外，可以说大儿子的成就绝对不会比小儿子低。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呢？1929年5月15号，许世友的第一任妻子朱希明为许世友诞下了一名男婴，为其取名许光。因为常年征战的缘故，许世友在许光不到3岁时便跟着红四方面军转战川陕，
父子俩被迫分离。而后朱熹明被迫改嫁，许光就跟着祖母相依为命，每天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。1948年全国解放在即，许光跟着父亲的战友王树声辗转多地，最终找到了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。这是他记事起第一次看到父亲，父子俩见面后就拥抱到了一起，流下了眼泪，诉说着彼此的思念。1958年，29岁的许光先后从第5航空兵学校和大连海军舰艇学校毕业，成为了我国第一批拥有本科学历的军官。而后经过自己的努力，成为了北海舰队的舰长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的本科学历军官在我国可是稀缺人才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他继续留在海军发展，将来定是前途无限。可就在1965年的时候，许世友突然接到母亲时日无多的电报，想把老人家接到身边照顾，却遭到了拒绝。自己公务缠身，无法离开，于是就找到了许光商量，提出了让他代替自己回到大别山，在奶奶床前尽孝。7个子女中，只有许光是被奶奶带大的，让他回去自然最合适。但许光此时的成绩也令人骄傲，如此折腾，等同是自毁前程。所以许世友也犯了难。可当许光看到一向雷厉风行的父亲如今变得犹豫不定后，他主动开口了：我要回老家新县照顾奶奶。看到儿子如此懂事，许世友老泪纵横，你是我的好儿子。自此，许光就回到了老家新县，在大别山里一干就是几十年。哪怕许母离世后，许光有机会回到海军，但却被他拒绝了。因为看到了大别山的落后情况后，他想为家乡出一份力。到了1978年，许世友都差点为他破了次例，曾满脸愧疚地问过他想不想回到海军工作。要知道，许世友可从不搞特殊，对待子女更是严格。可每次面对大儿子许光时，许世友都十分愧疚，因为许光自小就家庭破散，吃了不少的苦不说，如今通过自身努力，好不容易要大展拳脚时，又被自己强行打断，送回老家，所以许世友才会想为他破例一次。可许光却说：我觉得新县很好，就不回去了。许光说他对老家一直感情很深，而且新县也是革命老区，他总要为新县的发展做些事儿。许光彻底留在了新县，直到退休也只是副团级，难得给父亲写信求助，也都是为了处理县城里的事儿。对许光而言，他只是新县的一名普通干部。哪怕许世友离世后，许世友的一位老部下特地找到他，老人不在了，你还想留在新县吗？许光却回答道：父亲在与不在，我都一样留在新县。许光始终坚持留在家乡，为家乡的发展付出一切。这种敬业的精神，后来更是被评为全国敬业模范。2013年1月6号，84岁的许光在医院逝世。逝世前，他立过遗嘱，要将自己的20万元积蓄全部捐赠给家乡慈善事业。许世友将军一生功勋卓著，从不为子女谋私利。他的儿女们也继承了父亲的精神，在自己的岗位上为祖国贡献力量。